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Jack。鹦鹉它到底需不需要洗澡呢？这是很多新手的鸟爸妈会遇到的问题。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就要带大家来了解鹦鹉为什么需要洗澡，还有鹦鹉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洗澡会比较适合鹦鹉。如果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的话，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的按键哦。先从野外的鹦鹉来讲起其实蛮大多数的鹦鹉它们是生存在比较热带、湿度比较高，然后比较潮湿的地区。这样子潮湿的环境呢，可以让它们得到充足的水分。但是经由人工引进人工繁殖的鹦鹉它们几乎不可能有淋到雨的机会，因为我们人都把它安置得好好的，怕它感冒怕它着凉之类的。台湾虽然是一个海岛国家，四周呢有海洋调节温度，气温呢比较稳定，而且每年都有季风台风带来丰沛的雨量。但是相较于它们栖息地一些热带雨林的地方，鹦鹉呢它生存环境的水分可能会稍显不足，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人工的方式呢去辅助它们，适度的呢帮它们去模拟在野外的环境。在保持湿度的同时另一方面呢，也是有清洁身体然后还有避免一些寄生虫然后预防一些疾病，增加它的免疫力。这也就是呢，为什么呢鹦鹉需要洗澡。如果鹦鹉没有洗澡的话，它们羽毛上的油脂呢，容易造成灰尘去附着，长期下来呢，会影响鹦鹉的外观还有它们的羽毛光泽。在这个同时呢，也会影响鹦鹉羽毛防水还有保温的功能。然后第二点呢，鹦鹉如果没有洗澡，它们羽毛上呢有一些寄生虫的几率就变高了。寄生虫包括了羽虱，一种呢会啃食鹦鹉羽毛的生物。有些羽虱呢，我们用肉眼也可以看得到。然后第三点，如果你没有让鹦鹉呢有洗澡的习惯的话，它们的羽毛容易蓬松，甚至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引起脱毛的现象。那如果我们预计要让我们的鹦鹉洗澡，那应该要有什么条件比较适合鹦鹉洗澡？然后洗澡的频率又是如何呢？我们洗澡的频率的话，大概呢每一周洗个2-3次。那如果夏天比较热也可以加强那个洗澡的频率。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洗澡如果可以的话，洗澡尽量选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有一些太阳一些微风都是没有关系，但是尽量避免寒冷的天气，不要寒流来然后又让鹦鹉洗澡，到时候保暖的工作呢没有做好，可能会导致鹦鹉感冒等等。然后第三点幼鸟在洗澡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等它呢羽毛都长齐了一点，比较接近亚成鸟的时候再让它进行洗澡。然后刚开始的洗澡呢，可以先用一些湿布擦拭，尽量避免呢跟成鸟一样的洗澡方式。等一下呢会开始介绍成鸟应该要怎么样洗澡。那再来病鸟跟老鸟呢，它洗澡的频率上面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尽量呢不要像一般成鸟那么来的频繁，因为呢它们的体力比较虚弱，它们的抵抗力比较差。其实洗澡对它们来说呢，也是需要花费体力去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洗完澡的保暖工作也很重要。那病鸟跟老鸟呢，万一我们没有做好这些保暖保温的准备工作呢，那其实对它们也是比较不好的。它们如果生病的话呢，可能会加剧，那老鸟呢有可能就会生病。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洗澡的方法有什么？我们要怎么呢帮鹦鹉洗澡呢？先从小型鹦鹉来讲，像虎皮鹦鹉有些人就建议说可以利用沙浴的方式帮他们做清洁。那什么是沙浴呢？就是提供他们呢干净的细沙，让他们利用沙浴的这种方式呢去清洁他们的羽毛。再来，其实沙子取得比较不那么容易，其实大多数的人呢都是使用水浴的方式，利用清水呢或者是流动的水让鹦鹉洗澡。那清水洗澡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盆洗，或者是呢用水管冲，或者是呢用喷雾型的方式来进行洗澡。随着鹦鹉每一只鹦鹉的个性不太一样，然后呢鹦鹉的接受程度也比较不一样。有些鹦鹉呢，你放一盆清水下去呢，它可能就自己跳进去洗澡了。那有些鹦鹉它们在家里放风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洗手在洗菜洗东西的时候，它们看到流动的水呢，就会非常的兴奋。可能这种水龙头流动水的方式呢，就有办法吸引它们洗澡。那有另外一部分的鹦鹉呢，它们是对水它们比较恐惧的。有些鹦鹉呢，你放水给它呢，它比较不容易接受，它比较没有办法呢克服心里的恐惧，跳到水里面洗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放水的容器也要注意容器的颜色尽量避免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颜色，例如红色。然后我们选择装水的容器也可以不要选太大的容器因为太大的容器呢，可能会让它们没有安全感。
那水的高度也要注意，让鹦鹉呢它踩在水里面的时候啊，它们的头是可以轻松的探出水面，不要让它们有溺水的感觉。如果它们吓到一次之后呢，它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下去洗澡。然后再来呢，鹦鹉洗澡啊，有些人会加沐浴粉，还有鹦鹉专用的一些洗澡粉啊、洗澡水，那其实是 OK 的，因为这些洗澡粉啊、洗澡水的成分呢，是专门为鹦鹉所设计的。他们可能呢都有考虑到啊，因为宠物在洗澡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把这些水喝下去，所以这些洗澡粉啊、洗澡水里面呢，它们几乎是没有毒性的。但是就要注意哦，千万不要拿人类的沐浴乳啊、肥皂啊、香皂啊，然后把它当成洗澡水让鹦鹉用。因为人类的这种清洁剂里面呢，通常啊都是含有比较多的化学物质，而且呢它们的毒性啊对鹦鹉来说呢比较高。鹦鹉如果不小心误食的话呢，就可能会有致死的风险，所以各位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接下来讲到一些洗澡的细节。那夏天洗澡的话，我们刚刚讲到夏天我们其实可以调高洗澡的频率。那洗澡的话，夏天我们就可以用冷水帮助它们的散热，因为它们的皮外呢有一层厚厚的羽毛啊，帮助它们在飞行的时候防水还有保暖的作用。所以夏天呢，我们可以让它多多的洗澡，让它们去散热啊，然后让它们玩水。那冬天呢，因为温度比较低，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调整水温，那让水温呢不要那么冷，差不多落在20几度就好。那请各位记得啊，如果你让鹦鹉洗澡的时候啊，不要用太热的热水。那太热的热水呢，其实会过度的洗去呢鹦鹉身上啊、鹦鹉羽毛上面的油脂。高温呢，有可能会破坏啊鹦鹉的羽毛的结构。然后再来，我们让鹦鹉洗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鼓励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唱唱歌给它听。之前有鸟友跟我分享啊，他们家的鹦鹉呢比较不容易接受洗澡的这项活动，所以饲主呢就用唱歌的方式啊来鼓励鹦鹉洗澡。在每次洗澡的时候啊，固定的唱哪几首歌，然后固定的唱几次。当鹦鹉听到唱完这2首歌的时候呢，它就知道啊洗澡要洗完了，然后呢它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洗澡了。然后注意洗澡的速度还有节奏啊，尽量不要呢在赶时间的时候让鹦鹉洗澡，因为太紧绷的洗澡节奏啊，可能会让鹦鹉呢紧张。在野外呢，相对于树上泡在水里面这个行为，对鹦鹉来说呢，它们心里会感到比较紧张、比较危险、恐惧的。你如果在让它洗澡的时候啊，又催它啦，或者是你给它用水管让它洗澡、帮它浇被的时候，你如果太快啊，动作太大，可能会加剧鹦鹉对洗澡的恐惧感。那这个小细节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那这边呢，比较不建议大家让鹦鹉啊用热的自来水洗澡。所谓的热的自来水呢，是指说那种高温啊到冒烟的那种自来水，像是呢浴室啊冒蒸汽的那种自来水环境。因为自来水中呢含有氯，而氯的这个成分呢，它遇到高温啊变成了水蒸气之后呢，鹦鹉吸到呼吸道啊，对鹦鹉啊这种体型比较小啊，对毒素承受度没有这么高的生物来说呢，其实是有伤害的。那这边呢比较不推荐大家让鹦鹉呢进入这种有热气啊、有自来水热气的环境当中洗澡。那洗完澡之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洗完澡之后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选择在大太阳的时候呢，下午1、2点的时候可以洗澡。那洗澡完呢，就可以在太阳底下晒个10到20分钟。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呢？晒太阳它可以补充身体的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呢又可以促进了钙质的合成。有些鹦鹉啊，它们的嘴喙我们可以观察到会有一些白白的裂痕，而且结构呢不是那么的完整，颜色也不是那么均匀。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的钙质的补充量还有钙质的摄取量的问题。晒太阳是补充钙质非常好的方法，当然也会搭配一些墨鱼骨的方式呢来帮助钙质的吸收。而且晒太阳呢可以帮助鹦鹉杀掉羽毛上面的细菌，并且呢可以去除异味，而且呢促进新陈代谢。如果你是选择在冬天呢让鹦鹉洗澡，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太阳的话，我们也要记得保暖。他们在洗完澡的时候啊，记得可以用浴巾啊，先帮他们把羽毛上面的水分啊擦干。然后擦干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利用保温灯，像爬虫用的那种保温灯啊，也可以。或者是呢，如果鹦鹉可以接受的话，也可以用吹风机稍微帮鹦鹉吹一下。那晒太阳的话，主人一定也要跟在旁边，然后要顾着，因为有些主人啊，常常在晒太阳的时候疏忽，放在室外晒的话，有可能鹦鹉就会被野猫攻击。如果在大太阳底下太久啊，有可能会有热衰竭的问题。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那希望这则影片可以帮助到养鸟的新手鸟爸妈们，在鹦鹉洗澡的方面呢，可以更加了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我是 Jack，我们下次见喽，拜拜。